主任，别叫了。秦老师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国内最权威的心脏外科手术创始人之一，死在咱们台子上。唐家瑜呢？你以为就你来五部发飙？薛老那边怎么样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手术主体部分很顺利，关闭体外循环机后，心脏成功复调，随后出现血压骤减、心跳减慢、心脏骤停，推测是鱼精蛋白过敏导致的。我们都在积极抢救，能做的我们都做了，最后抢救无效，死亡。那么大手术都熬下来了，没想到是这么个结局。谁说不是呢？啊，一代名医不也就这么？我到现在脑子都是懵的。薛老他……行了行了，别说这没用的，有时间干点正事儿啊。周达，去看看昨天几个术后病人，有需要调整医嘱的调整一下医嘱。啊，小百列，哦，去换药。好。小龙，咱俩准备一下死亡五人单和死亡报告。哟，刘副院长。副院长，唐家瑜呢？他现在没在。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副院长，有些话我必须要说。小龙，坐下。我坐下。薛老是鱼精蛋白过敏，这个尸检可以查出来。刘副院长，心脏直视手术，为了用到体外循环机，不让血液凝固，所以必须要注射肝素。手术之后停机了，要用鱼精蛋白中和肝素，这个可以恢复凝血的功能，这是每一个医生都懂的基本道理。至于过敏，是自身免疫缺陷导致，谁都无法预知，所以薛老的死是个意外。就算是这样，薛正伦也是死在安和医院的手术室里的，就凭这一点，我们谁也脱不了干系。我现在就通知仁外医院的人，你们准备好吧？你确定？手术室的人都传开了，说人已经送到太平间了。这么多年，想的最多的，却是那些在我手里失去的生命。我就从来不会想这些，每次在我手中逝去的病人，我会强迫自己把他们忘记，把自己的大脑格式化。作为心外科医生，不做到铁石心肠，会被内疚感生吞活剥的，今后还怎么拿手术刀呢？每个医生心里都有一块墓地，迟早你要面对它。但是一定要注意啊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过早的打开心里那块墓地。等到像我这个岁数，拿不动手术刀了，退了休了，再慢慢的把它打开。
唐主任，你还好吗？不太好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都饿死了。您的菜，谢谢。慢用。你别担心，手术的事儿我已经跟刘峰说过了，他会跟人脉那边解释。万一……徐正伦死在我的手术台上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儿都一直跟着我。反正他也不是我失去的第一个病人，我知道该怎么处理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提手术这2个字，我有一整套的处理流程。明天开始，一切都恢复正常。什么流程？第一步，把这件事在脑子里格式化；第2步，要吃饱，这样血会流进胃里，忙着消化，大脑就不会胡思乱想。毕竟第3步不适合空腹动。刘副院长，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，把薛老的病历和检查结果封存，遗体放在太平间。如果家属需要，随时可以请第3方来做尸检，确定死亡原因。薛老在外地有个侄女，他已经委托人外全权处理薛老的后事。我也联系人外了，朱伟宁院长在国外开会。顾主任已带着人赶过来了，马上就到。唐佳瑜电话关机，联系不上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不会有事吧？不知道，以顾主任的脾气，我说的是唐佳瑜。平时嚣张，闯了祸就溜了，八成不知道躲在那个旮旯瑟瑟发抖呢。你什么？你看着我吗？我没想到你这么能喝，就你这种喝法，那确实不能空腹喝。哎，你真的只喝可乐吗？你看看，来酒吧的谁喝可乐？就你。习惯了，以前啊总怕急诊手术，所以。叶一鸣，你说韦静辞了？韦静辞说了吗？手术啊？说2次。服务员，再来2杯，把他可乐给他换了，2杯 whisky。谢谢。你知道吗？我做住院医的时候，第一次遇到今天这种情况。当时我们几个吓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导师就跟我们几个说，什么都别想，马上回家，好好喝一顿大酒，然后倒头就睡，睡个好觉。第2天一早来医院的时候，我不希望看到一点不好的情绪。是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让自己没心没肺。对，让自己没心没肺，然后才能导致不会随时崩溃。净没心没肺，净竭尽全力。喝高和正在喝高路上的朋友们，现在是我们赛因斯啤酒屋每晚的高光时刻，在座的每一位好友都可以到台上来唱首歌。当然，如果你唱的太难听，下去以后要给每一位买1杯酒押金。现在有谁愿意上来的？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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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哇！那边有。
美人，欢迎欢迎，请到台上来。我唱歌的蚊子声，我能打个鼓吗？大美人说了，她五音不全，不唱歌，要给大家带来一段架子鼓表演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是什么时候学的打鼓？我跟我爸学的。哎，行，哎，你爸爸是鼓手吗？我当然不是，我爸是中学老师。啊。我爸以前喜欢过 Beyond，然后我就喜欢打鼓。他没事就教我打的还行吧。行，那你爸现在在哪？啊？哎！啊！你没事吧？浪漫的蝴蝶飘荡，你的发散在肩上，就连时间不早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你也该回去了。微微的发烫，和你眼神的对谈，似乎耳边有呢喃，让我向往。渐渐贴近你，忘记的呼吸，心跳的频率。从今每个四季，我只想陪你走完这人生的旅行。刘芳，你真诚的话语，每一个表情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无论有什么难题，都无法阻止我喜欢你。我们在这世界上，仅知道彼此为难，直到喜出望外和你认定赢了伴。渐渐贴近你，忘记的呼吸，心跳的频率。无论有什么难题，都无法阻止我喜欢你。一鸣哥，感觉那天是不是惹你生气呢？这些都是我做的，就当道歉了。应该会原谅我吧？杭嘉瑜，黎记者，医疗世界周刊。对。唐主任，你怎么会住在一鸣哥家隔壁？我这个房子是叶主任帮我找的。你认识叶主任？当然认识，我是他女朋友。
啊，那他不在家，你给他打电话吧，他也许在医院。那我先走了，看着啊。怎么那么久？为什么呀？他让我复述整个手术的过程，包括所有麻醉用药的剂量，该解释的我都解释过了。那他相信吗？挑刺了吗？没有结论，就是反复不停地问。哎呀，顾英雄这个人怎么那么可怕？按理说我是安和的副院长，级别比他高，为什么我一见他，小腿就哆嗦？这个人是有点特殊。哎，对了，刘峰，一会儿他见唐主任，要不要把院里的律师叫过来？哎呀，不能激化矛盾，这牵扯到2家医院的关系，而且这不是医疗事故，顾主任也不是来医闹的，我们不要做多余的事。你说的对。我看你是想保护唐佳瑜吧？什么保护唐佳瑜啊？我这不是就事论事吗？我马上过去。刘峰，我一会儿神外那边还有一个手术。行，你去吧。哎，吃点东西再进，折腾一宿了。那唐主任那边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这个女人掘地3尺，我要把她救出来。你千万别发火。放心吧，我还不够卑微吗？你赶紧去。走了。副院长，今天是跟那个工程师签协议的日子，要不要订餐厅？你觉得我有心情去吃饭吗？哎，行了，你别管了，你现在就去食堂买些早餐给顾主任和人外那些住院医送过去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欧阳处长，这个今天有没有时间啊？帮我处理些事情。刘峰。啊，刘副院长在里边等你一会儿了。你当心点儿。你够潇洒的呀！昨天到今天这么大的事，你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你再不出现，我就要打电话报警了。我看到你的信息了，不就是仁外医院的顾英雄要见我吗？对手术有疑问，让他等第3方的验尸结果吧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见他，我约了王海明签合约。我已经委托欧阳全权代表安和医院去和王海明签约了。我今天还有手术，都排好了。我已经分配给你们组的人了，廖晓波主导。找不到借口了吧？找不到借口就跟我走，顾主任等着你呢。组里的事儿，今天请大钟负责一下，我有点事儿。啊，主任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听说那个姓顾的脾气不太好。龙向东，又想去打架？不是我，你给我坐下。坐下吧，我去就回。主任再见，刘副院长再见。大叔，你说主任不会有事吧？我觉得凶多吉少。你不跟我一起进去？我昨晚已经替你受过一波打击了，让我缓缓，你自己去吧。怎么，知道害怕了？我是唐佳瑜，
薛正伦的主刀医生。坐。你知道我是谁？知道。那你应该知道我想问什么。我给薛老做的手术没有问题。薛老是因为鱼腥蛋白过敏。我不要听这些。老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，我有权利知道他的人生最后几个小时都发生了什么。把你手术的经过，一个动作不落的给我讲一遍。昨天上午10点05分，手术正式开始。选择正中开胸，切皮后分离脂肪组织，锯开胸骨，用电刀切开心包，包了心脏，注射肝素，阻断主动脉，上体外循环机，进行插管。手术过程中，薛老并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，因为肿瘤的面积很大，当时不能确定是否是良性还是恶性，所以格外小心。当时因为位置在整个身体的背部，所以下刀起来手术视野不好。给予性蛋白中和肝素后，病人血压下降，全身出现荨麻疹样的改变，双肺出现水肿，心跳减慢，心脏骤停，马上先心脏按压。启动一下机器不可以吗？转不起来。转不起来？药已经都给了是吗？能给的都给了，血压还不足40。基于地塞米松、氯化钙、多巴胺、多巴酚丁胺、肾上腺素等抗过敏、抗休克治疗。但是病人对药物的反应不佳，重新给肝素，重新上体外循环机辅助，降温保护脑以及重要脏器。在抢救过程中，病人的过敏情况仍然很严重，依然低血压，血管张力丧失，对升压药毫无反应，气道阻力高，改用埃克莫辅助，继续心脏按压，继续给药。但是病人的血压只能勉强维持在40毫米汞柱。主任，埃克莫，上埃克莫吧。上埃克莫。再给一针。埃克莫准备启动。血压40。启动机器。启动了吗？主任，血压太低，埃克莫转不动。埃克莫转不动。唐主任，薛老的功已经变大了。薛老已经走了。死亡时间下午5点15分。这就是薛老整个抢救过程，请节哀。再重复一遍。为什么？我哪里说的不够清楚吗？请你再重复一遍。
昨天上午10点05分，手术正式开始。选择正中开胸，切皮后分离脂肪组织，锯开胸骨，用电刀切开心包，暴露心脏，注射肝素，上体外循环机进行插管。进来。请问你先别说话。唐主任呢？啊，唐主任临时有事，我来代替他签协议。我叫欧阳真宇，安和医院医务处处长。你好。医务处是干什么的？医务处处长是医生吗？医务处是对整个医院的医疗业务、医疗质量、医疗技术实施科学的管理、检查、监督的部门。医务处处长也是医生，但不从事临床工作。请问你是王？那你就不是医生。总之，我可以代表安和来签协议，你知道这个就够了。我听刘副院长说您现在正在研发缩小人工心脏的尺寸，进展怎么样？喂，王海明已经把协议留下了，说要等律师看过之后再去签字。我觉得王海明这个人非常的傲慢，而且好像还有强迫症。我们确定要跟他合作吗？唐家玉也说他不近人情，但王海明手里有样机，资历也够。你就先放下偏见，就尝试着促成这次合作啊。好。唐主任怎么样？哎呀，他进去2小时了，还接受顾主任的盘问呢。我不跟你说了啊。怎么了？急诊那边来了一个外伤病人，很严重，说想请唐主任过去。你得谢谢我，我让小百烈去解救你。很及时，什么病人啊？看看吧，我都吓一跳。曹主任来了。哎。刺穿的是右边，是肺吗？是心脏。啊？还有大血管。心脏、肝胆、脾、胃，所有内脏长得跟正常人都是相反的，是个镜面人啊。患者叫李家福，在工地不慎从高处摔下，落在了这个围栏上，这一根刺刚好刺穿了他的右心房。同时摔伤导致他的降主动脉撕裂，形成了动脉瘤。心脏、主动脉都要进行手术，而且是梯形大切口，是个非常大的手术。而且必须等我们心外做完手术之后，国外才敢进入，否则的话怕出血太多，血止不住。而且患者是个镜面人，他所有的手术都要用左手完成右手的工作。这个主任也可以，因为你左右手不分。当然我这个也可以，但是我的速度可能会稍微比你慢一点。可是我还知道一个人，他同时可以左右手开工。谁？是顾英雄。顾主任，继续讲吧。我们急诊来了一个外伤病人。右心房、降主动脉都需要手术，他是个镜面人，现在情况很危险，需要左右手都可以手术的医生给他手术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请你跟我一起完成这台手术？
唐主任，我在安和的临时行医资格。刘副院长在办。啊，唐主任、顾主任，你们这是？顾主任，你先去手术间吧，6号间，他们在消毒铺单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你怎么会和顾主任出现在同一个手术室？薛老的事解决了？薛老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。我先去手术了。右心房，降主动脉，你选一个。客人有限。相比主动脉，我更喜欢心脏。你们2个扶好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移动。开始吧。手术刀。叶子。不行，血压现在开始很低。把电刀给我，侧面开胸，摇床，可以了。找到了。这血钱。一鸣哥，你来了，什么事儿？我是来道歉的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今天拿这个饭盒去你家找你来着，结果遇到唐主任了。我一看他住在你隔壁，然后又听说他的房子是你给他找的，我就有点那啥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。说什么了？说我是你的女朋友。啊？顾主任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普外来接台了，如果能够及时修复腹腔脏器，预后应该不错。顾主任，薛老的手术，我知道，那个不是你的错。昨天晚上，我已经开胸查验过老师的遗体了。你手术的每一个针脚，我都仔细的检查过了，发现了皮肤和多个脏器确实有过敏后才有的组织水肿征象，所以支持鱼精蛋白过敏的诊断。用来中和干涩的鱼精蛋白是每台心脏手术必不可少的程序，是最微不足道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用过了多少回。没想到他就要了我老师的命。从他上手术台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了有去无回。这些我昨天晚上就知道了。那为什么您还反复让我叙述手术的过程？我不甘心，我需要你一遍一遍地告诉我，
我才能强迫自己相信这个事实。他提过我，对吗？提过。他说我这辈子没结过婚，没妻子，没儿没女。但是他有2个情如骨肉的弟子。他还说，我到你们安和来最大的私心，就是为了避免他们2个其中的一个被迫站在手术台前为我做手术。我不想给他们出这个难题。姐，对不起。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些。我该带我的老师回仁外医院了。顾主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薛老的葬礼，我想参加，可以吗？不会有什么葬礼，老师早就决定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院做研究了。顾主任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你们医院准备研发国产的人工心脏。你要知道，仁外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。未来我们就是竞争对手，谁先研发成功，谁就掌握了心脏外科未来10年的资源，对吗？你恐怕不是仁外的对手。哎，向东师兄，唐主任呢？已经回去了，手术早就做完了。行，那我过去找他。好。唐主任在吗？哟，他就没回科室来。他到底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你找他有事儿？有点事儿。给他打电话呀。叶主任再见。万里那一颗星，撒手在夜空里，别躲在无人来访的狭小缝隙，我会守护着你。暴风眼上空的阳光，短暂的惊险和神秘，闭上眼，生命很无力，我们谁都别放弃。
杨珊珊为什么住院？她的主刀医生是谁？病人因为二尖瓣狭窄，需要住院做换瓣手术。我是他的主刀医生。那手术是否顺利？有没有并发症？手术顺利，术后恢复良好。原定28号出院。那么上个月27号晚上7点18分发生了什么？病人突发呼吸心脏骤停，抢救无效，死亡。气管插管，给肾上腺素。准备除上。充电150焦耳，150焦耳。充电200焦耳，200焦耳。尸检结果，杨珊珊是死于脑栓塞。脑栓塞是换瓣术后的并发症之一，往往是因为抗凝不到位造成的。邓小勾医生，你有给杨珊珊展开术后合理的抗凝治疗吗？当然了，换瓣术后抗凝是心外科的基本常识。我给病人开了正常剂量的华法林抗凝，并对抗凝效果进行了监测。华法林是每天按时按量给药吗？特别是27号这天。每天都正常给药。那为什么27号的医嘱是在病人死亡后，对方律师要求封存病历之前才补上去的呢？因为27号那天，哎，廖主任，18床杨珊珊的医嘱还没开呢。哎呀，忙忘了。再晚赶不上药房送药了，又得我们护士去拿，我们这人也不够。我是等着手术呢，催我呢都。哎，小美丽，你帮我开一下18床的医嘱。不行，廖主任，那个神外叫会诊，我得赶紧过去。不好意思啊。那个口头医嘱行不行？不行，医务处刚说了，杜绝口头医嘱。廖主任，你这是要顶风作案。谁都知道我是让人。罗老师，你帮我从那个换药室柜子里拿一片华法林。罗老师，有些病人吧，他提前出院了，来不及取消医嘱，这个药就送到科室里了。这护士们吧，就把那个药存到这换药室的柜子里，用来备用。我们有时候来不及开医嘱，就直接去柜子里找，然后找到药就直接给病人吃了。扔也不是什么值钱的药，一片两片的，也没人追究。虽然有些违规，但是为了节省时间，大家都这么干。不信你可以去问。所以你没有开医嘱，私自从柜子里拿了华法林给杨珊珊。对。后来律师说要封存病历，我才想起来我没开医嘱，所以就自下补了一份。但是让你没想到的是，对方律师会去查药房记录，因为你没有开医嘱，所以自然就没有相应的送药记录。因为没有相应的送药记录，所以杨珊珊的父母认为你伪造医嘱，认定这是一场医疗事故，才委托律师对你提起诉讼。在我看来啊，这事儿就是廖小波搞砸了。杨珊珊脑梗加上不开医嘱，这事儿不是忘记开抗凝药是什么呀？其实那天廖主任让我帮他开医嘱来着，我就是赶着去会诊。你说当时要是我帮他开了医嘱，杨珊珊可能就……我跟你说，这种事儿不能往自己身上揽，人命关天的事儿。说，你怎么看？我就问你们一个事儿啊，你们谁没干过还没开医嘱呢，就从医药柜拿医药给患者服用这样的事儿？都干过是吧？
除了图方便，很可能是患者情况太紧急，我们根本没工夫在那儿先慢条斯理的把医嘱开出来。所以说呀，乌鸦不要嫌猪黑，这事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。不过现在廖晓波倒霉，让他赶上了。你们看主任干嘛呢？是在为廖主任担心。我真觉得咱们主任真是人美心善啊！廖晓波平时那么招人讨厌，他现在还在替他着想。没想到这个女魔头，仙女，还挺有人情味儿。主任，主任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还是有点担心，不知道中午食堂吃什么。你们都想吃什么？叶主任啊，新外唐主任那一组有台不停跳搭桥接台，本来是张主任去做麻醉的，可是他家里有事儿，问你能不能去顶一下。哎，我跟他已经说过了，你这刚下夜班啊，没事，那我顶他吧，我去看看病人。那个主任，你还是睡一会儿吧，我去。没事，我自己亲自去。嘿，主任啊，你这还在自己桌子上写自己的姓啊？啊，我是想看看这叶字儿倒着写的是个什么字儿。我看病人去了啊。说说吧。哥，你是没看见重病组那帮人的嘴脸？之前薛老生病了，他们个个都很紧张。现在我出事了，他们个个幸灾乐祸。哎呀，这个小波啊，咱们现在得赶紧想办法把你这事给解决了。我可见过不少同行被医疗纠纷爆发，这件事可不能发生在你身上。哥，现在只有你关心我的死活了。咱俩人合作这么多年，还有个什么用？就现在这时候用。你把心搁在肚子里，我一定会管到底的。哥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哎呀，脑梗是换班术后的并发症之一。如果没有黄法令事后补遗嘱，那家属都没有理由起诉。我会去找刘峰交涉，让医院赔偿，花钱私了。这一旦家属撤了诉，1个月之后谁还记得这件事？哎，不过你自己得承担一小部分赔偿金。不是哥，这不是钱的事儿啊，这我不甘心啊！我明明给了药，如果赔偿了，不就等于认罪了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真的忘了开抗凝药了呢。哎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咽下这口气，不过呢，关键时刻该舍的还得舍，先保住自己再说，明白吗？花钱私了总比闹上法庭强。不过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，跟你一辈子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我现在就去找刘峰，回你就等于回医院嘛，你们是一体的嘛。行，哥，我相信你，我都听你的。我去护士站调一下5床的病历，你们俩继续啊。好。哎，宇明，哎，师兄，来术前访视啊？对，就是你们组接台那个不停跳大桥。哎，对了，晚上有个职业拳手来前往打比赛，到时候一定过来看。我没时间，你注意点啊，别伤了手。我肯定注意。你都说了没时间嘛，那个不停跳大桥那个事儿，你跟我们主任直接说吧。啊，主任，我们去8床看看啊。没事，都说了不去，哎呀，一定要来啊！
叶主任，唐主任。怎么样？术前访视做过了？啊，做过了，病人情况挺好的。我有事儿要跟你说。哦。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，但是那天你电话打不通，最近咱们又总碰不上。世界医疗周刊的记者黎英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我们两家是世交，从小就认识。她也考了医学院，只是在大一的时候她就换了专业，换到新闻传播去了。后来我们俩就没什么联系了，直到去年在我们家又碰上了，这才有了交集。所以她真不是我女朋友。你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儿？我怕你误会。叶主任，这是你的私事，没有必要跟我解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说看到我了。大夫，陶医生，医生在哪里？啊，他不在。你是他的病人吗？啊，我是他的熟人，没关系，我去办公室看看。你躲这人谁啊？我要手术，我先走。不行，万一他真的忘开药，就这么让他过了，岂不是便宜他？我们得对患者负责。我敢向你保证，小波只是没开医嘱，郝法林肯定给了患者。你就这么肯定？他什么人我最清楚，他不会跟我说谎的。吴峰，其实现在问题很简单，就是医院要不要保小波。廖小波手术是做得不错，而且在安和工作了10几年。可是，哎呀，别可是了。如果医院同意赔偿，我负责找人去跟患者家属沟通，这就是个手术并发症。正好小波图方便，没开医嘱，撞枪口上了。官司打到最后，肯定是两败俱伤。其实这笔钱就是给家属的一笔抚恤金，毕竟人家失去了孩子，值得同情，咱们也能保住小波。就这么定了。你说定就定啊？就这么定了。做事啊，要稳妥一点，把家属安抚好。父亲，哎哥，哎，怎么说？我正要给你发信息呢啊，基本上跟我想的一样。若风不是个薄情寡义的人，哎，把我这个代理主任撸下去这件事除外啊。其他的事情还是蛮讲义气的。哎，你想啊，要不他当初升副院长的时候，能有那么多人支持他，对吧？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又走到熟悉的街角，陪着人潮，假装我还好。可我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话变得越来越少。明明像孤独的飞鸟，等不到曙光为它破晓。假如它曾经历过，就应该明了。就给我一个拥抱。好不好？我甘于为爱燃烧，多一秒你转身，我却难逃。很可笑，陷入你背影画地为牢。请给我一个拥抱，好不好？美好的无可救药，戒不掉，需要多久才忘掉？不知道，我困在梦醒时分，自我
嘲笑。哎，看上搜了吗？看着呢，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。哎，你们看这条微博说的啊，环济医疗器械的多款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，其中包括几款人工瓣膜。质检部门已经介入调查，他们的销售经理朱大同或存在问题。就是那个之前老来医院转悠，然后见谁都加微信的朱大同。还能是哪个朱大同？哎呀，他跟宋宝德那个组挺熟的，而且我很多次见他跟廖晓波在一块聊天。嗯，廖主任还确实用过他的人工瓣膜。哎，你们看这个啊，杨珊珊父母的律师放了一段视频，是廖主任和朱大同在一起吃饭的监控，这上面写着：安和医院廖姓男医生被曝收取贿赂，使用环济不合格瓣膜，致女大学生死亡。这视频的意思是实锤吗？今天2台手术排的谁啊？主任，主任，看新闻了吗？安和医院上热搜了，说廖晓波收了黑钱，还点了安和和廖主任的名。你们看今年热搜了。廖晓波这回麻烦真是大了。哥，你咋才来呢？哎呀，我得处理科室的事儿，再加上路上还堵车。哥，快走吧，他们一会儿马上跟上来了。家属同意了吗？同意什么呀？见面就发脾气，还骂了我一通。走不走？走。网上那些要联合起来投诉环济医疗的家属，他们用的律师和杨珊珊父母请的律师是同一家律所的啊。人家一直在暗中搜集证据，要不怎么才过了1个晚上，你和朱大同吃饭的照片就给爆出来了？也还那么多热搜，这背后也是这家律所在做推手，炒热度，为的就是一举把环济医疗告倒。是他们想简单了，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堵我，有记者，有网民，甚至还有拿着花圈喊杀人偿命的。我干什么了？我就杀人偿命啊！我现在有嘴都说不清楚了。我跟那个朱大同也是因为喜欢打网球才认识的。哥，你可一定得相信我，我可真的没受贿啊！别急别急，等下我送你去医院，你一会儿不是还有台手术吗？是。去找找朱大同。朱大同，吓我一跳，宋主任，你怎么找着我的？我怎么找着你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是找着你了？小波的事都知道了吧？啊，就是那个手术没做好，那个失手害死人的事儿。什么手术没做好？那是术后并发症。我跟你说啊，小波跟你上次吃饭，那是和你打完网球，小波不好意思让你出场地费，所以才请你吃饭。那饭钱比场地费贵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清清白白的，你得替他澄清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他没那么清白呢？那视频不会是你给泄露出去的吧？哎呀，宋主任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吧，本来啊，这网上所有的炮火都是冲着环济和我来的。哎，我们正愁没辙呢。嘿，这个时候廖晓波手里死了个病，我们不拿他挡枪，拿谁挡枪呢？是视频是我放到网上去的，我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转移网友们的视线。真相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网友们急需一个恶人用来发泄呀、出气。你想，一个杀死女大学生的医生啊，跟我这个默默无闻的销售经理，哪个适合做这个恶人呢？那肯定是他呀。所以廖晓波自认倒霉吧。无耻！你知不知道，这关乎廖晓波未来还能不能上手术台？一句自认倒霉就带过去了。宋主任，我觉得你现在有功夫担心廖晓波，不如担心您自个儿吧。
我跟人是什么关系啊？整个医疗圈的人都知道，廖晓波可是您的左膀右臂呀。现在人家出事了，你能脱得了干系？啊，到时候您说，哎呀，我跟这事儿没有关系，谁信呢？我的宋主任，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廖晓波，你现在应该优先考虑的，你愿不愿意被他拖下水啊？敏敏啊，主任，我上手术了，12床帮我盯紧一点，血压忽上忽下不稳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手术顺利啊。医生说现在看不太出来，有几个？1个。好的，好的。唐主任，刘副院长让你下手术去他办公室开会。知道了。刚下手术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就等你了。廖晓波的事，我想找你们聊聊。你们2位，一个是他前任组长，一个是现任组长。唐主任还管着整个心脏中心。廖晓波的事在网上传得非常恶劣，而且有越传越离谱的迹象，这对医院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院里已经开会讨论，有人提议开除廖晓波。这么做的好处，一是妥善处理这件事，不然以后所有的负面新闻前面都要加上安和继升几个字；二是向外界表明，医院处理腐败的铁腕和决心，平息网上的怒火。你们觉得呢？我先表个态，作为廖晓波主任前任的组长，对医院即将做出的决定，我没意见。医德医风医纪，是我们安和的立足之本，也是我毕生追求。为了图省事不开医嘱，导致患者出现手术并发症甚至死亡，作为医生，这是失职，既不专业也不道德。我跟廖主任合作多年，对于廖主任的这次的表现，我非常的失望。所以，如果医院将要做出这个决定，我赞成。唐主任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为了平息舆论就开除自己医院的医生，我觉得这挺可笑的。今天早上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我上网查了廖晓波这1年做过的所有人工瓣膜手术的记录，我没有发现他偏向哪个品牌，都是根据病人的需求而做的决定。而且这一次环境医疗发生事故的这些型号的产品，并不包含廖晓波给杨珊珊做的这个型号。所以我认为归根结底，杨珊珊的死跟环境医疗这次暴雷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你觉得他是清白的？这我不好说。说半天你也没说出个解决的办法来，但是这件事情不能再发酵下去了。让我跟廖晓波单独谈谈，我再告诉你。氛围不对。坐吧。把别人的前途攥在自己手里，很有成就感，是吗？廖晓波，我对你的前途1毛钱兴趣都没有。
你从前那副嘴脸，我是懒得跟你计较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再跟我废话，你就自生自灭。如果想保住你的工作，认真回答我的问题，听到没有？27号那天，你是不是真的给杨珊珊用了抗凝药？我给了。那你跟那个销售经理有没有财务上的往来？没有。确定？我确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出去吧。不是这官司的事儿，还有那些网上那些舆论，交给我了，我来处理。你该干嘛干嘛，等我结果。主任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我们什么都没听见。主任说要帮我处理官司的事儿。帮你？要不你那么招人讨厌，主任凭什么帮你？我也不知道。刘峰，廖晓波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先不能给他开除，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下。那你来查。我想跟你借一个人，这件事儿必须他出面才能帮我。不过一想到我要跟他合作，我头就有点大。谁啊？我呢，查了很多关于27号廖晓波的资料，但是我发现除了廖晓波忘了开医嘱之外，其他都非常的正常。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了。刚才呢，我去见了杨珊珊的男朋友，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杨珊珊在入院之前做过一次人工流产，人工流产之后，她要服用1个月的避孕药，但是只用了几天才停药。可是她男朋友后来给她送来的药。现在分析一下，27号，也就是说廖晓波确实给她用了华发源。那在抗凝药用量正常的情况下，手术也非常的顺利。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大量的服用了避孕药。喂，小李，你赶快去检验科查一下杨珊珊体内雌激素的含量，外源性雌激素，还有外源性雌激素，还有置换人工瓣有没有问题？还有在手术的时候置换人工瓣有没有问题？快去查。好，你觉得真的是跟避孕药有关吗？这是我目前能找到最有力的证据。这声音挺熟的，我们科室很多小护士都在用，他们还推给江百列了。我没有用交友软件。我喜欢上了一个人，我挺好奇的，你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很帅，身材也很好。真没想到，杨处长，你原来是个徒有其表的女人。关键是他是咱们医院的检验科的小王大夫。检验科的？你怎么确定的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？你看，这是他前2天发的。你看这个角，这屋檐啊，就是咱们外科大楼
我真的花了好长时间我才套出他的话，他不是来看病的病人，而是咱们医院的医生。真是验证了那句话，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福尔摩斯。不过你下次见了他，提醒他一下，头上抹了那么多油，让他远离明火。我不打算见他。你不见他？那他知道你是谁吗？我的资料里也没有照片。那你们这种谈恋爱的模式是什么模式啊？很理想的恋爱模式啊，你知道吗？有了喜欢的人，我就感觉每天起床，空气都变得新鲜了，然后医院门口那包子变得更好吃了，哈哈，不好吗？我收回刚才夸你是福尔摩斯那句话，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是0。小龙啊，8号床的引流管我让小百列给拔了啊，他今天状态不错，回头给他调药吧。行，一会儿我给他开个医嘱。哎，廖小波，怎么还不吃饭去？我没胃口。没胃口哪行啊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要不然，食堂也下班了，要不我请你一顿吧？啊！你瞧他还无动于衷的。老秦请客，千载难逢，错过就再也遇不到了。就是，给你一个薅我羊毛的机会，珍惜啊，珍惜啊！再加个1品豆腐煲吧。廖小波，你还想吃什么？点。别点太多了，吃不完。跟我出来吃饭，你还客气什么呀？就宰这一顿啊，不宰白不宰。就这样吧。够了啊？行，那先这样，上菜吧。哎，我说你跟我出来，别这么愁眉苦脸的，行不行？世界末日了啊，至于吗？不就是官司缠身，前途不保，背后又有人捅一刀，这事儿是挺至于的。哎呀，是，要是他怕打官司，担心前途，这我都能理解。但是他之前跟我说的好好的，我是一步一步按照他说的做的，他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呢？他就是个利己主义者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哎，他要是拼了命的保你，那就不是他宋宝德了。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这么不了解他呀？我知道，但老宋这个人本事不坏，他之前还一直帮我。可能是我太过于相信他了吧。我这人你也知道，这岁数了也没结婚没孩子，一直一个人过，也没啥朋友，所以就一直把他当亲哥一样。你呀，就是因为一根筋，就越走越孤僻。结婚多烦啊！我怕麻烦，我一个人不挺好的吗？我生活的很简单，只要让我做手术，什么我都无所谓。我原来在老宋那组，什么脏活苦活累活都是我干，最难的手术都是我做。到头来落这么一下场，如果最后手术都没得做，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。行了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起码唐主任那儿不是也帮你查着呢。你说唐家瑜为什么要帮我呀？唐家瑜这人也挺奇怪的，该聪明的时候吧，他挺傻；该傻的时候，他又挺聪明。但起码有一点啊，他比这宋宝德可是有担当，跟着这样的头儿，安心。人流手术后，医生会给病人开1到3个月的避孕药，让病人每天服用，为的是修复子宫内膜。杨珊珊刚做完人流不久，入院之前一直在吃避孕药，可是手术那几天停药了。前2天的男朋友来，给她带了药。杨珊珊医学知识匮乏，一次性补充了漏掉的那些药，所以她服用了大量的避孕药。
你的意思是说他？血栓是避孕药的副作用之一，但是平时正常吃呢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手术后是血液形成血栓的高风险期，这个时候如果你大量的服用避孕药，脑梗的高风险就会增加了。喂，你好。好的，知道了，谢谢。法医的结果出来了，在杨珊珊体内发现高于正常剂量的雌激素，而且法医检查了她的人工瓣，人工瓣没有问题。唐主任，谢谢你。我马上对杨珊珊的父母打电话，由你跟他们把一切说清楚。廖晓波，你不用内疚了。唐主任，你为什么会相信我？我相信事实，事实证明你是一个称职的好医生。你也顺便吧。你今天顺便。那天晚上，啊，进来说吧。谢谢。我想说，其实不是你想多了，是我的问题，问题出在我身上。可是我有不想说的理由。我能理解，可是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都不介意。可是我介意，我不能。那天在医院看到那个女人，她叫尤海丽，是我妈。她在妇科陪那个女孩看病，那个女孩叫徐江月，是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。我记得你之前不是问过我，为什么8岁的时候就想做心脏外科医生吗？因为8岁那年，我爸因为心脏病死在我面前。我妈是个警察，我当时不知道那出了事故，她要去现场勘察情况，所以当时只有我跟我爸2个人在家。那时候我真的是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我就一直守着他，守了1宿，直到第2天早上我妈才回来。可是我妈回来的时候，
我爸已经……那年你才8岁，一定很害怕。对，所以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做一个心脏外科医生。后来没过多久，我妈就改嫁了。我妈嫁的那个男人叫徐国强，他太太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。徐江月就是那个时候他带过来的女儿。喂，喂，欧阳局长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你。我要匿名举报，有人罔顾检查结果写虚假病历。啊，对对，我知道这属于违规。那你想举报的人是？常家瑜。